明朝顺德县有个叫刘师乾的财主，家里有个丫鬟叫潘桂花，长得十分水灵，深得男主人的喜欢。大户人家的后院历来是不太平的，女主人看在眼里，心里自然酸溜溜的，醋意大发。平时少不了把桂花当成出气筒，这当主母的不仅给她安排干不完的粗活，还经常动辄打骂。刘师乾虽然心疼着俏丫鬟，想要私下里照顾一二，但也受制于家里的母老虎，不敢有太多明面上的动作。桂花这日子过得是如履薄冰，心里憋着屈，却也只能默默忍受着。她不知道这种压抑的生活很快就会被一场意外彻底打破。有一天，女主人身上长了火疮，疼得难受，就打发桂花上街去买专治火疮的膏药，这可是个难得透气的好机会。桂花换上一身干净衣裳，挎着个小竹篮，快步走出了刘家的大门。街上人来人往，十分热闹。桂花生得好看，这一上街自然引来了不少路人的目光。她心里挂念着买药的任务，只想赶紧办完差事回府交差。就在这时候，街角一个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杜若家眼睛直勾勾地盯上了他。这杜若家平时就喜欢惹是生非，看到这么标致的丫鬟单独出门，心里立刻起了歪念头。杜若家一路尾随，见四周没人注意，便凑上前去搭讪。小姑娘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不如来我家喝杯茶，歇歇脚。桂花白了他一眼，心里十分警惕，直接拒绝了他。他表示自己还要替主母买膏药，没空理会闲杂人等。杜若家见他态度坚决，眼珠一转，立刻生出一条毒计。他拍着胸脯保证说，整个顺德县就属他家的火疮膏药最管用，贴上去又凉快又舒服，保证药到病除。他满脸堆笑地忽悠桂花，让他直接去他家里拿药，还信誓旦旦地承诺给他算个便宜价钱。桂花终究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丫鬟，听到有这么好的膏药，心里不禁动摇了。为了能尽快交差，免得回去又挨主母的骂，她竟然轻信了杜若家的鬼话。她跟着这个心怀鬼胎的男人一路七拐八绕，来到了杜若家的家门口。杜若家推开院门，十分热情地把桂花请了进去。刚一进门，这男人立刻原形毕露，一把将院门死死拴上。他像饿狼一样抱住桂花，嘴里说着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，要求桂花陪他快活一番。桂花这才如梦初醒，明白自己是进了贼窝。桂花心里虽然害怕，但也顾及自己的名声，她低声反驳说，万一路过的人发现自己进来了这么久都没出去，传出去可怎么见人？杜若家满不在乎地表示，只要速战速决，根本不会有人发现。紧接着他便开始强行扒扯桂花的衣服。在这拉扯的过程中，桂花心里或许有着微妙的盘算。他故意扯着嗓子喊了几句，叫嚷着说，这人没膏药还欺负人，让街坊四邻快来看。表面上喊得很响亮，可他的双手却软绵绵的，毫无实质性的反抗动作。半推半就之间，两人便越了雷池。事毕之后，杜若家穿好衣服，把桂花打发出来，他这才摊了牌，大言不惭地承认自己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火疮膏药，刚才全都是骗他的，让他去别处的药铺买。桂花听完这话，肺都要气炸了，自己不仅被占了便宜，连差事都没办成。巨大的羞辱感和愤怒瞬间涌上心头，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，也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，他站在门口破口大骂，你这个强盗，没膏药还敢这么欺负我，我回去定要如实告诉我家主人，跟你没完。骂完之后，桂花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衣服，
匆匆忙忙跑到正经的药铺里买好了火疮膏药，这才满心忐忑地往刘府赶去。因为中间耽搁了太长时间，等他回到家的时候，主母早就等得不耐烦了。看到桂花回来，主母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痛骂，质问他不过是去街口买个药，怎么去了这么久？肯定是在外面背着人偷汉子去了。桂花自知理亏，加上心里委屈，也不敢有任何隐瞒。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把杜若家如何哄骗他，如何对他用强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桂花在主母面前哭得梨花带雨，反复强调自己在受辱的时候拼命呼救，街坊邻居肯定都听到了。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男主人刘师前的耳朵里。刘师前一听自己心爱的丫鬟竟然被街头的地痞流氓给欺负了，顿时火冒三丈。这已经超越了欺压丫鬟的范畴，更是在狠狠打他刘家的脸面。他一刻也咽不下这口气，立刻吩咐下人准备纸笔，写了一份言辞激烈的状纸。他要立刻前往县衙击鼓鸣冤，状告这个胆大包天的杜若家，非要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不可。刘师前在状纸里把杜若家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，他控诉杜若家平时在乡里就横行霸道，这次更是看刘家老实软弱，便蓄意欺压。状纸上写明，杜若家趁着丫鬟买药的机会，将人拦截入室，恃强凌弱，实施奸淫。刘师前特别强调，当时桂花的呼救声惊动了四邻，可谓是人证物证俱在。他恳求青天大老爷能够为民除害，严惩这种败坏道德纲常的恶徒，以正视听。刘师前带着满腔怒火和一纸诉状，气冲冲地踏进了顺德县衙的大门。县衙的差役很快就把杜若家拘传到了大堂之上。这杜若家也是个老油条，他自然明白强奸罪的严重性，为了保命，他立刻抛出了另一套说辞。杜若家在公堂上大呼冤枉，坚称这一切都是刘师前设下的连环圈套。他反咬一口说刘师前是个赌徒，欠了他的钱迟迟不还，两人之前因为讨债发生过口角，结下了梁子。杜若家信誓旦旦地表示，刘师前是为了赖账才故意派自家的丫鬟上门来套路他，目的就是为了制造这起莫须有的强奸案，好让他含冤入狱。杜若家的辩词一套接着一套，他大声质问刘家，自己家明明不是药铺，丫鬟为什么偏偏要跑到他这里来买膏药？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，有意为之。他还指出，桂花出门后故意大声辱骂，昭告天下，就是为了引人耳目，坐实这个冤案。杜若家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被仇家恶意栽赃陷害的无辜受害者，声泪俱下的请求县令大人明察秋毫，还他一个清白。两边的说辞大相径庭，原告控诉恃强凌弱，被告反指蓄意陷害，这起案件瞬间变得扑朔迷离起来。此时坐在大堂之上主审此案的正是隆庆6年的进士顺德县令胡有信。胡县令为官清正，断案如神，深谙人情世故。他听完原被告双方的激烈交锋，并没有急于下定论，他采用第一性原理拆解分析问题，分别对两人进行盘问。刘师前坚决否认自己赌博欠钱，一口咬定是杜若家见色起意。杜若家则坚持反问，自己手无寸铁，单枪匹马，绝对不可能强迫得了对方。胡县令敏锐地察觉到，这起案件的核心逻辑锚点就在于那个强字到底成不成立。为了查明真相，胡县令传唤了案发地附近的邻居作为证人。干政们上堂后如实供述，表示案发当时确实听到桂花在院子里大声呼喊救命，但是
至于桂花究竟为什么会进杜若家的家门，以及两人在门内到底有没有成事，因为大门紧闭，他们并没有亲眼看见，实在是无从知晓。这番证词虽然证实了桂花有过呼救的行为，但无法证明杜若家使用了暴力手段。胡县令转头又问堂下的桂花有没有被对方玷污。桂花低着头，羞愤地承认自己已经被辱了身子。胡县令结合各方证词，在脑海中进行了一番严密的逻辑推演。他采用多视角分析，得出结论：一个成年男子想要对一个抵死不从的女子实施强奸，在没有刀斧等凶器胁迫的情况下，阻力是极其巨大的。桂花虽然只是个地位卑微的丫鬟，心智容易受人蛊惑，但在被侵犯的关键时刻，如果他真的一心反抗，杜若家绝难轻易得手。桂花当时象征性的呼喊，更像是一种欲盖弥彰的自我开脱。胡县令看透了人性的灰暗面，断定这起案件的本质其实是桂花口辞而心受。案情终于真相大白，胡县令当堂宣判，这起案件如果定性为强奸，对男方有失公允；如果定性为通奸，女方似乎又有些委屈。这种介于强迫与自愿之间的行为，并不完全适用大明律法中严苛的条款。为了惩戒这种伤风败俗的行为，胡县令下令将两人痛打一顿，并给他们戴上沉重的木枷，押回各自的乡里，当众示众。这场因买膏药引发的闹剧，最终以两人双双受罚，身败名裂而告终，也给顺德县的百姓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教训。闲来无事，听一段说。本期明代奇案录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